我们来看 6.3 哈 6.3 啊，这是正解啊 6.2 是故意哈，这个我曾经用了一本这个教科书，它就是故意用各种比较这个设计哈，那最后要去做这个量测的时候就会不稳定嘿，不稳定也就是说各种的那个原生态的几率发生的几率都是一样多哦。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要量子坍缩到哪一个原生态上面就完全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所以这个不行嘿，所以6.3 就会有一个机制有个机制让我们来往下看这样嘿好，那这个机制这个进步多了它竟然用了那么多，用了3个怎么样？3个哈达玛 gate。那你问我说为什么？原因就是当你会设计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我刚刚已经跟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要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就是要让它量测的时候要能够稳态到某一个这个原生态。那当那个原生态大家都是都是 equal 这个 probability 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必须再兜一些这一个这个 quantum gate， 让那个原生态的那个几率呢可以分散开来，这样嘿，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大策略好，那我们来往下看 The quantum circuit with one query approach to solve the这个 Dolch problem is shown as follow。 那原则上就是说这个比如台大好像那个量子计算中心的那个张主任嘛他有一次这个被蓝轩的节目访问的时候，他就讲一个非常好的观念因为这2天也是有同学在问我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用一个one query 就可以出来的，那前面传统要two query。那很明显的就是说那个张主任讲的观点就是说，传统的演算法就好像类似拿着一支鱼枪这样我要到那个湖里面或海里面去捕鱼的话，就我用这样戳，那它的那个演算法是非常精准就是说非常的精简，它只要拿一个鱼枪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你要戳到鱼被你戳到的话，那个可能要戳很久，戳很多次才有办法戳到这样那我们的量子的话，因为很明显我讲说一维就是2的一次方，2维就是2的2次方，那 n 维的话就是2的什么2的 n 次方。所以比如说今天有人跟你讲我们本公司已经开发出那个50个 qubit 的一个什么 quantum machine那50个 qubit 的 quantum machine 表示它可以处理2的50次方维的向量那所以等于说它的意思是说我们量子电脑是用渔网去捕鱼，不是用鱼枪去捕鱼，所以我们在硬体上面这个撒下功夫下去这样。那这里的要跟各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当那个渔网是建在云端，那量子电脑建在云端，所以就不用 worry。 所以以后这几个大厂像 IBM这个 Google 这一个 Microsoft 还有几个大厂，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公司的这个什么这个quantum machine那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跑的 IBM 的这一个Qiskit 或这个 QASEMB 那都可以它那个都可以有一部分可以丢到这个 IBM 的真正云端的那个量子电脑去执行这样所以其实你就不用 worry 这个整个它里面的这个整个组织是非常复杂是指数次方的变化这样所以我们这种渔网去捕鱼，但是一甩下去就抓到鱼常数。那如果说用鱼枪去戳，可能要戳怎么样？戳 n 次才会戳到鱼所以这个就变成说这一个2个观点那因为硬体的部分在量子世界里面就是变成应该是以后都变成是自然存在就是某些大厂自然存在，你只要上去解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的解答就是这个 Why 当我量子坍缩看到的时候是0的时候呢，它是属于 constant， 是1的时候呢它是 balance。 Why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解答这样那这个就再帮我们复习一次有没有UF 那这个在前面量子计算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各位做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是 control bit那我们的进去的话等于 Y 跟什么跟 F of X 做这个 exclusive OR 的那个 operation 就 operation， 也就是说这2个要不一样的时候才会得到什么得到1那2个一样就得到0那中间有讲过说F constant 0 1 identity 跟那个 negation 它有一个顺序再回去看看我刚刚已经定义过了所以 due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above circuit only one query is performed such 的什么这个 problem can be solved。 就说它只有一个 step， 你说这个你不是说
那问题他的意思是说他没有去问，他是一口气把这个向量就丢进去了，他就举例子，嘿，你看再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 circuit 有没有？再回到这是我们的 circuit 有没有？我们是喂0跟喂1进去，那我们是同时喂，那刚刚传统的是分前后的喂，所以它2次。那我们的话，我们是豪华达线，我们是很有这个经济资本，就一口气就丢4维进去哈，就是说就丢那个0、1进去哈，所以这是这边完全不一样的哈，豪华达线。那我们来看这个式子，这样嘿，等于是说这边竟然没有问题嘛，这是0。但我们看看 IBM 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做法，这样哈。好，那这个出来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plus 嘛，这个什么？这个是 minus， 有没有？这个我们今天都已经学了大概我们已经看了大概3个到4个，我们这一系列课程里面，大概如果有认真的同学的话，你已经有历练20几个小时了哈，所以那这中间应该都很熟悉的。那看一下 IBM 的处理方式哈。IBM 的处理方式跟刚刚我用的那本课本的处理方式又不一样。那它的话是从这边 Q0 开始嘛，有没有？这是 Q1 啊。那 Q0 的意思是按照他们的计算的方法，就是谁算就是放在怎么样？放在这一个怎么样？放在这个右边。好，谁先算谁放在右边这样，放在右边这样。所以好，那等于说我出来之后，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plus， 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 minus， 好，那所以那等于是这个先，这个后，所以因此呢，这个的 pi one， 好，这个 pi one 的话有没有？好，那谁先谁后，所以它就是它的定义是，我是觉得还好了哈，这样反而更好，就是完全符合那个数学符号的一个做法，这样嘿。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个是这一个 1 over 根号2负1 over 根号2有没有？那这个就等于根号2，那这个是0态再减去2分之根号不要这我们统一就统一了，不要再一直再把它那个有理化有没有这个1态好，我这边用好几种颜色可以没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样子出来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就是说我就可以把它算出来。那算出来原因是为什么他这样干他有他的理由那这个是很传统的做法，那很传统的做法我就把它做分配，所以我现在就变成说有00、10、01跟114种情况都出来了，4个组态都在里头，有没有？都在里头了好，那在里头的话，那因为再记得一个，因为很多同学会读完了这一个UF 以后呢，就会糊涂了那这个很明显的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2分之1 00有没有？再减去2分之1 10，再加上2分之1怎么样？01，再减去2分之1的11有没有？所以很明显就是我们的 C 2的2次方是由什么编织出来的？是由这个是我的，如果说你们还在就回去看一下我们的居力课我们就大概录了6小时有关于这不是居力是线性代数有没有你可以看到等于说它是由这个4个延伸态所编织出来的所以这个你要很清楚它的一个延伸态编织的状态。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那它本身是一个线性 linear combination 线性组合，那 UF 本身是一个什么？ UF 本身是一个 linear operator，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拆解成这个计算，这个的计算，这个的计算，这个的计算，所以我们依序就会有分开4个计算要不然因为同学如果没有用线性代数的观念，你会一头雾水，我怎么算这样那算了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好，那因为它的接法是怎样？我看一下可以的接法是可以那接法都按照它数学的定法的话，0态它现在是倒过来看，这个是在上面所以这个0态，所以你看你要看弄懂它的那个数学符号，所以它因为它是先算这里，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control bit 那00都不会动，那01的话也不会动，那10的话怎么样
10的话就等于是这个主态就变了哈，0就变成是1这样嘿，好，所以这个没问题。那这个11的话，好，那这个1也没有变，你们看到嘿，好，那我是不是有哪边写错了嘿？哦，是这里的，是这里的主态变化嘿，好，所以这个主态变化它就整个会做一个简单的变化这样嘿，好，这个详细再去 check 它那一段哈。那因为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稍微开始偷懒了哈，偷懒就是完全告诉各位就是说你要用那个什么，用那个 UF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希纳 gate 的精神来看。那如果 Ctrl B 的是1的时候，0就变1就变0，有没有？好，那如果说 Ctrl B 的是0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变不会变。那个详细的数学公式可以看一下。那这样整理完了以后就得到这个数学式子。好，得到这个数学式子有0的这一块。好，那按照我们的做法是0的这一块就属于上面这个圈哦。好，那这个怎么样？这个就属于下面这个圈哦。那上面这个圈的话，到时候怎么样？到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这个的量子坍缩到底坍缩到哪里这样嘿。坍缩到哪里这样嘿，因为它的前面就是变成它的那个前面的部分哈。好，我这样讲应该是还 OK 的哈。所以他书上就开始讲说，那这样的话我有一个数学公式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公式。数学公式哈，那这个你就把A 是0或者是1把它带进去，那00得0嘛，10就是说当 A 是0的时候会怎么样？有没有 ？A 是0，这个等于0那这个等于这个等于1，好，有没有看到嘿？所以你就看到它整个的变化就有它的一个机制在这里头，那前面有一些系数哈，所以这个是在很多的那个信号处理的时候会用到这个符号。那它就可以做一个diffusion这样嘿，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的 Pi2 把它拿出来做计算一遍嘿。那 Pi2 刚刚讲过了嘿，就是把刚刚那几个数学公式全部套一遍。那这里是比较麻烦就是说各位同学可以再仔细的去这个琢磨一块这边的变化，所以他就把刚刚的数学公式有没有数学公式全部把它套进去一次。那套进去是就把它那个提审出来，这样就得到这个结果出来，所以原则上到最后的话，最后的式子变成这个式子这个当然中间的那个熟悉度确实是有需要多听几眼，也就是说这一个配局的话，你要能够对自己的那个一步一步的交代的话，可能要再花你可能在自己首先看的时候可能要花3-5分钟把它自己展开来推看。那验证它到底对还不对这样那因为我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我直接看它那个官网站，它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我就把它誊刻下来这样所以最后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想干嘛呢？这个结果到底我怎么去看它这个结果好，那这个结果就是说我就把它重复再写一遍在上面，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 Pi2 呢就会经过哈达玛有没有？好，所以那经过哈达玛，好，那经过哈达玛你们就可以看说我在前一页好像并没有特别去讲 Pi2 的变化，有没有？那现在把 Pi2 的变化整得更仔细如果说这个是等于0的话这个等于0的话呢那负1的0次方就等于什么？负1的0次方就等于这一个1。好，那如果说这个式子等于1的话呢，它就是等于负1这样所以它可以得到出这一个不同的一个变化出来这样。所以因此我们 Pi3 就可以丢进去啦。那 Pi3 的话，Pi3 我们是走 Pi3 的意思是注意因为这是 IBM 的走法，所以这个是属于 channel 怎么样？这个是哪一个 channel？ 这是 Q0 那个 channel，Q0 那个 channel 有没有？那这个前面这一坨变成谁在读的？这边是 Q1 的 channel 在读Q1 那这是 Q1 的 channel。那记得这个是我们的 Q0， 这是我们的 Q1 的 channel 这样。所以呢，那等于是说那我前面讲过说，当 plus 的话，就哈达玛再弄一次 plus 就会得到什么？就会得到0哈达玛的话再碰到一个 minus 的话就得到1这个在我们前面有针对这一点好像我有强调过这样所以因此我们 Pi3 就会有这种结果出来这样。那这个结果你就可以发现很好玩，它又在搞一个数学公式出来所以这个 IBM 的官网站也是很仔细去推敲它的数学公式这样那这个式子就告诉我说 B 跟 C 做这一个做这个什么做 NOT gate exclusive OR 的时候
exclusive OR 的时候呢，如果说当 C 等于0的时候，那 B 就等于反正 B 你看B exclusive OR 0有没有？那当 B 是1的时候，它得到1嘛？当 B 是0的时候怎么样？它得到0嘛？有没有看到？所以那这个就是什么结果？那这个就是整个计算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等于什么？就是等于 B 嘛，就等于 B 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它的式子就是这个子系在自己把玩一下就可以了。那把玩可以的话，就是说它就把这个 UF， 所以 UF 它就把它解开，有没有？解开，按照它的数学公式，这个是 Control Bit 那这个是我们后面的那一部分，有没有？它的做法是谁先吐出来嘛？再把公式带进去，再带进去，有没有？所以那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这个 U 这一个刚刚算出来是负号这个 minus 跟这个 A 做 tensor product，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公式带进来以后，就发现怎样呢？得到这个式子有没有？那这个自己再推敲一遍，再推敲一遍，嘿，这个推就是说静下心来推敲一遍，看中间公式的变化，这样嘿。那我就没有再一个很仔细秀给各位看，这样。那这样如此一推的话，我的 Pi2 就得到这个数学公式。Pi2 得到这个数学公式有没有？那这个数学公式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是理论上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课本它不写的话，这个就是中间它是省略 tensor product， 它省略 tensor product 这样，它省略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又回到前面，就是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可以看到我的那量子纠缠在哪里呢？我就说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我这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结果这样嘿，所以等于是说我的 F0 跟 F1 一次就可以决定我到底得到是什么，是得到0态还是得到1态这样嘿。所以就回到我们前面的我们前面的那个你看我们前面就讲说当如果说 F 是 constant 嘿它就得到0态就是得到那个量子态数就变0嘿。那如果说1的话就得到 balance 所以原则上你就朝这个方向来想一下那看到它整个的变化的稳定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那大概先把观念就先弄懂个大概 70-80% 左右那同学们呢就可以很容易从这些过程里面再去感觉出它的一个变化出来这样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困难没有什么太困难。所以我们在这一节最后就可以告诉我们说原来他们就会用这一种一大堆 Hadamard gate 一大堆那个 UF UF 里面最重要的是 F 如果说等于 identity mapping 的话，也就是变成我们 CNAT gate 那是最常用的一个来产生这个贝尔态的一个方法这样嘿所以原则上它是号称说一次就可以决定，那一次决定其实是他把所有的计算呢全部都丢到哪里去了，丢到 circuit 里头去，他用一个指数型的一个 circuit 那让我们一进去就整个就可以算完，就不用再分批用0去试探它，拿这样1去试探它，这样我们就0一口气就进去了，那一个 circuit 整个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目前可以看出来的一个样子所以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讲到这边。